特朗普下了最后通牒，西班牙拒绝执行，欧盟和美国的天这是要变了。你想特朗普是谁呀？整天都在说天下事在我，万万没想到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居然公开说特朗普错了，西班牙拒绝执行这项将军费开支提升至 GDP 5% 的计划。桑切斯话音刚落呀，特朗普就在媒体面前大吼：我要让西班牙付双倍的钱。很显然呢，西班牙首相是有备而来，这一下呢，两个人是不是要抽出宝剑大干一场了？西班牙的意思呢是，如果政府每年需要多掏出800亿欧元用在军事上，那花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不是更香吗？这也正是普通西班牙人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桑切斯的后盾。但从西班牙自身的打算来看，他敢这么说，其实也是一种有恃无恐。特朗普加军费为了防谁呀？俄罗斯呀。那西班牙在哪儿呢？伊比利亚半岛，两者距离超过3000公里。现在你说敌人在西伯利亚，和我们有啥关系啊？咱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俄国人，何况如果普京真的能打穿乌克兰、波兰，乃至于德国、法国，打到咱这儿来，加这区5%有用吗？直接躺平认宰割了。这种智慧啊，放中国人这儿就是一句话：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天塌下来，其他国家帮顶着，我们就不奉陪了。那其他国家对此是怎么表态的呢？答案是几乎没有表态。开会的时候，个个唯唯诺诺，比小媳妇儿都听话。尤其是意大利，国内的债务水平比西班牙还要高，但是意大利政府已经公开承诺会增加军费了，成了特朗普极为看重的模范国家。虽然比利时和斯洛伐克明确对西班牙表达了支持，可是人微言轻啊。像法国和德国这两个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同意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增加军费，只不过这两国恐怕也不是听话，只不过是为了促进本国工业发展顺水推舟而已。实际上桑切斯呢，有一点还没有说明，那就是西班牙在等待特朗普下台。他此前给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信中提到，有关增加军费的讨论可以推迟到2029年以后再审计。毕竟4年以后美国又要大选，特朗普到时候大概率会滚蛋，而美国的政策又是朝令夕改的，只要上来一个新的总统，没准军费就不用增加了。虽然没有说明，但是特朗普也知道桑切斯内心的那点小九九，等着自己下台后再讨论军费，这不就是诅咒自己不能连任吗？特朗普原本就是极度自负记仇的人，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他接下来一定会挥舞起关税的大棒，跟桑切斯大战几百回合。外界猜测呀，特朗普有可能会专门针对西班牙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威胁过欧盟要征收高达50%的关税，但问题是欧盟是欧盟，西班牙是西班牙，接下来特朗普如何把两者区分开来，就看具体怎么操作了。没准呢，连着整个欧盟也一棒子打死，那就搞笑了。不知道到时候那几个欧盟国家会不会后悔没有站出来支持西班牙呢？而就桑切斯个人而言，他其实不怕眼前这个满脸皱纹的美国老头，他更害怕国内的民众。西班牙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国内贫困阶层的规模却在扩大。根据2019年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显示，大约66%的西班牙人属于世界上20%的最贫困群体，高达61.7万户的西班牙家庭全年没有任何收入，有260万的西班牙儿童更是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这一组数据是不是跟西班牙发达国家的标签很不相称呢？但这就是事实。这个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高位，长期困扰西班牙社会，成为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截止到目前，西班牙大约有380万人没有工作，25至59岁的中青年失业人口更是高达298万人，失业1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口高达143万人。桑切斯作为首相，面对的是贫困和失业问题，所以他领导的政府怎么敢每年再轻易多拿800亿欧元去增加军费呢？真不怕西班牙人哪天胆子一硬就把他这丧权辱国的首相给突突了？所以归根结底，没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2023年，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 3.64%。如果西班牙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有可能还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北约会议上和特朗普打几句嘴仗，其实都算是桑切斯最小的烦恼了。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反北约要和平的示威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开花。反北约的游行接连不断，层出不穷。
3月17日，法国反对派政党爱国党领袖佛罗里安公开对媒体声称，如果我们继续听北约和美国的话，我们将永远不会实现和平，我们将走向第3次世界大战，并言辞强调，我们应停止反俄和反华的世界大战议程，这是完全疯狂的。这种论调在一众跟着美国后面亦步亦趋的欧洲国家里面，似乎有点不太合群。目前的北约有31个国家，其中29个是欧洲国家，可整个欧洲才40多个国家，也就是说，大半个欧洲都加入了北约。这时候，作为北约一员的法国公开站出来反对北约，显得有点玩味。而加入北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自己的国防建设全部交给了美国，美国指哪，大家都得跟着打哪。在苏联解体之后，作为和北约对标的华约组织也宣布解散，一时间北约有点闲得发慌，于是美国就开始制造假想敌，中东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都成了美国的敌人，只要美国一招呼，北约的人都得跟着上。而现在俄罗斯似乎就是美国最大的几个假想敌之一，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贩卖军火、制裁、冻结、掠夺俄罗斯资产，又肆无忌惮的印钱加息，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运送军火。美国早就天怒人怨，而俄罗斯又是很难打趴下的军事强国，因此佛罗里安才担忧地认为，听北约和美国的话会走向第3次世界大战。美国挑唆战争和招募北约成员有啥好处？主要有2条，一是靠着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二是通过刻意制造危机感，让北约的小弟们加深对自己的依赖。但北约里终归还是有明白人的，法国就是不愿意学着其他北约国家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亦步亦趋，也不愿意当美国的附庸。法国还不仅是光过嘴瘾，他之前还真干过。说到这儿，这就不得不提上世纪那位天降猛男戴高乐。法国最出名的不是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而是各种辱法笑话，比如法国3色国旗很实用，复辟皇室举左边，发生革命举右边，对外战争举中间。此外还有什么为什么世界通用语言不是法语而是英语，因为说英语的人保障了法国人不说德语的权利。但是每当提起戴高乐在2战时的作为，大家总会肃然起敬，他和拿破仑一样成为了禁止辱法的代名词。正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法国人成功赶走了德国侵略者，也正是由于戴高乐的坚持抗争，为法国争取到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是在2战后成立的法兰西第4共和国中，戴高乐却因军事贷款问题遭到了排挤，最终导致其辞职下野。2战结束后，法国的殖民地国家纷纷闹独立，把法国搞得焦头烂额，被迫去寻求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逐渐成为美国附庸。戴高乐好不容易为法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地位，此后一降再降。法国国内怨声载道，国外殖民地起义又镇压不住。就在这内外交困之际，1958年，戴高乐重回政坛，建立了法兰西第5共和国。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阿尔及利亚战争停了，允许法国的殖民地国家们独立，并且戴高乐为了重塑法国的国际地位，他做出几个震撼世人的决定。首先，他宣布建设法国独立的核力量，摆脱对美国的核依赖，并且宣布将在1960年搞出第一次实验性原子弹爆炸。这一下，美苏2大国不干了，他们一直企图实现核武器的大国垄断，为此还在1962年3月在瑞士开了一场禁止核试验的会议。但戴高乐不予理睬，该研发还是研发。1963年，肯尼迪在写给戴高乐的信中谈到，希望法国减少不必要的核试验，因为美国能够提供足够的技术条件保障。但是戴高乐看完之后搁置一旁，就当没看见。到了1968年，法国已经建立起包括陆射核导弹、核导弹潜艇、核导弹战略飞机3合1的核力量。其次，戴高乐计划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戴高乐敏锐地意识到，跟着美国混只会丧失法国在外交上的政治话语权。要摆脱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脱离北约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1959年11月，戴高乐就曾公开在演讲中驳斥北约一体化。后来随着核武器的成功试爆，戴高乐的底气更足了，北约叫他一起去军演，他都不搭理。直到1968年，戴高乐干脆直接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第三，戴高乐还不顾美国的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戴高乐还主动冲破冷战的高墙，与苏联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戴高乐的强硬外交作风后来被称为戴高乐主义。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把美国气得不行。他万万没想到，除了苏联之外，在欧洲竟然能碰到这么个硬茬子。正是依靠着戴高乐主义，法国成功唤醒了法国民众的大国梦。由于二战中39天就对德投降的差劲表现，人们几乎忘记了法国曾经是欧陆第一强国。当冷战格局形成之后，西欧国家几乎一边倒地向美国靠拢时，戴高乐却用独到的眼光寻求独立自主的国防建设。此后，戴高乐摒弃德法恩怨，积极推动欧洲经济联合，成为敢于美苏抗衡的新一级。
后来的欧共体的形成与戴高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得不让人感慨戴高乐又高又硬，法国人挺直了此后坚实的脊梁。要值得注意的是，戴高乐退出的是北约军事一体化，但法国仍长期保留着北约的政治成员身份。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美国开始在中东各地执行各种反恐活动。随着战争的扩大，北约各国的投入也逐渐扩大。2007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军，而紧接着就在次年，加拿大也暗示将从阿富汗撤出部分军队。美国顿感分身乏术，开始寻求法国的帮助。法国总统萨科齐借此机会跟美国谈起了条件：一是欧洲享有独立的防务建设，二是法国在北约指挥中应该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只能答应，法国这才出兵阿富汗战争。2009年2月，法国如愿获得了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的职位，并接管了弗吉尼亚州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3月，法国宣布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系统。在利比亚战场上，法国打响了第一枪，并投入了30架飞机和17艘军舰，海上投入力量高居盟军第一，并且利用电子科技成功搜集到了大量利比亚情报。可以说，在利比亚战争中，法军出尽了风头，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曾经欧陆第一强国的军事实力。这也就是萨科齐想看到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是为了重建法国的大国地位，而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也是为了法国的大国地位，实现法国的大国梦。2017年，法国迎来了他们的新总统马克龙，而美国则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特朗普。特朗普一上台就开始声称美国优先，大搞保护主义。2018年3月，特朗普对欧盟的钢铝加征关税就是其典型的代表。而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马克龙也不惯着，公开对特朗普表示抗议，威胁要将特朗普排除在 G7 领导人联合声明之外。法国财政部长还威胁着要对美国展开贸易战。法国的反制措施也很强硬，在2019年，法国提出了针对30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加征数字税的提案，而这些互联网公司大多都是美国的。尽管美国疯狂抗议，但该提案还是通过了。2018年5月，特朗普单方面撕毁了伊核协议，并宣布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特朗普突如其来的决定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中东局势。就在此时，法国公开对美国的行为提出了抗议，随后与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一起跟伊朗开了部长级会议，商讨维护伊核协定的相关事宜，并且主动找到伊朗，表示愿意提供援助。2019年8月，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呼吁西方国家反思与俄罗斯的关系，避免困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斗争之中。马克龙认为，欧洲配合美国孤立遏制俄罗斯，或许是21世纪欧洲犯下的最大战略性错误。2020年，特朗普污蔑中国利用华为进行数据窃取活动，施压法国要求其加入对华为的打压。马克龙在多次反复摇摆之后，还是决定相信华为，宣布不排除任何公司参与法国 5G 网络建设，包括华为。马克龙的做法让人们看到了法国敢于担当责任的大国形象，也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自私。拜登上台之后，马克龙本以为走了一个疯子，上来了一个正常人，结果这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样光明正大的找麻烦，而是背地里玩阴的。2021年9月，美国、英国找到了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把此前与法国签订的那个价值365亿美元的核潜艇订单截胡给他俩，价格好商量。澳大利亚也是个墙头草，当即抛弃了此前的承诺，单方面终止了与法国的核潜艇订单。这笔订单是5年前法澳之间都已经谈妥了的，澳大利亚突然反悔，让法国愤怒不已，怒至其表里不一，还打电话跟拜登吵了一架。结果没2天，就在同一年的12月，美国又再次抢单，美国又去抢了法国与希腊谈成的防务协议。3个月前，马克龙刚谈好的价值35亿美元的3艘护卫舰的单子，结果美国看着眼馋，又宣布将出售4艘军舰，价值69亿美元，这可把马克龙恶心坏了。马克龙看清楚了美国的嘴脸，更加坚定地奉行起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马克龙是这样说的：法国有盟友与伙伴，与美国有价值观共识，但法国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法国不会选边站队，更不会做任何大国的附庸。这一点在马克龙与华的关系上可见一斑。就在近几年，美国加紧遏华战略的同时，法国却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今年4月初，马克龙访华，与我国签订了50多项合作协议，其中尤其以价值200亿美元的160架飞机订单最为显眼。随后，在访问荷兰期间，有记者在谈到法国与美国关系时，马克龙则回答：成为盟友并不代表要成为附庸，不代表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4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上则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马克龙称自己是21世纪的戴高乐，要将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那个熟悉的对美强硬的戴高乐主义好像又回来了。
戴高乐主义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很深的，他们反对美国搞霸权主义，不甘心当任何国家的附庸。在21世纪，法国相较于旧有的法国的大国梦之外，多了几分大国担当。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马克龙身上，还体现在法国的其他政党上。2022年4月，法国反对党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表示支持北约与俄建立密切关系，甚至称如果他当选总统，法国将再次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法国对美的态度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必然趋势，任何拉帮结派排挤他国的单边主义做派都是不得人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才是真正的大国外交。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